大家好，我係三百佳。上集同大家傾過，今次睇沙丘瀚戰第二章，梗係要揾一間擁有 1.43 畫幅嘅 IMAX 影院，但係好可惜香港就冇呢個 1.43 畫幅嘅影院嘅。咁如果新朋友仔唔知道我講緊咩叫 1.43 畫幅，可以睇翻上一集節目。今集係實戰篇，三百佳會帶大家衝出香港，去感受下 IMAX GT 1.43 畫幅嘅震撼，究竟係咪傳聞講到咁把炮？今次主要目的就係以即日來回搞掂，你去遠少少去睇一出戲咁解嘅啫。地點就喺東莞，唔好睇少呢間 IMAX GT 喎，佢係全亞洲第一間 IMAX Laser 影院，而佢個幕咧亦唔細嘅喎，相對亞洲區嚟計，東京或者係台北咧，佢都大過去少少嘅，咁所以絕對值得一去。東莞 IMAX GT 對我嚟講好似係永遠都去唔到嘅一笪目的地。同一套電影嘅上一集，即係沙丘瀚戰第一集，我已經想上去睇嘅，奈何疫情關係封關上唔到去。舊年年尾第二次機會 Oppenheimer 飛都買埋㗎啦，但係我病到了，所以我又去唔到。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我啊？所以呢88公里嘅距離對我嚟講好似捉唔到好遠嘅距離。咁難得今次套戲我又中意，佢又有 1.43 畫幅嘅。一到3月8號中國開畫嘅第一日咧，就衝入去睇啦。如果你想支持呢個頻道嘅話，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哋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未訂閱嘅朋友仔就梗係歡迎訂閱同埋撳埋側邊嘅啷啷啊！有新節目推出嗰陣時 YouTube 就會推送話俾大家知。要嚟東莞 IMAX GT 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先決條件就係要去到東莞鴻福路地鐵站。最簡單方法就梗係好似沙丘行星上面嘅原住民咁樣，乘坐沙蟲，都係一條好長嘅蟲。不過我哋今次係搭高鐵，由西鐵站直接去到東莞虎門車站度落車，然後轉乘2號線地鐵，一直往東莞車站嘅方向，喺鴻福路呢個站落車。咁落車之後，我哋等埋其他戰友，因為其他戰友可以選擇近你屋企附近上車點嘅跨境旅遊巴。跨境旅遊巴就會經深圳灣口岸直接踩上嚟東莞。佢哋落車點就會係喺鴻福路呢個地鐵站附近。如果你買飛嗰陣時選擇落車嘅地點就係東莞帝康酒店落車。第二步就係由鴻福路站轉乘巴士去到華南摩或者叫做華南摩爾呢個站落車。如果你喺地鐵站出嚟嘅，就喺 A2 出口出咗嚟行一陣咧，你就會見到東莞市民中心呢個巴士站。如果你係搭跨境巴士嘅話，喺海德廣場依帶落車嘅，即係帝康酒店。落咗車之後過馬路去對面，去翻呢個巴士站呢，搭車就 OK 啦。想知道嘅巴士幾時嚟，我哋就可以用高德地圖呢個 Apps 輸入咗出發地點同埋目的地，即係華南摩爾啦。咁咧佢就會列出邊架巴士最快嚟到呢個東莞市民服務中心。呢度要提一提大家，你見到嘅時間話全部都40幾50分鐘，佢係包括埋等車時間嘅。咁所以你自己因翻好啲時間，同埋我都極度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充足嘅話，喺鴻福路站醫咗肚先。飲杯茶好，咖啡又好，食個午餐又好，早餐又好，因為入邊係冇啖好食。20分鐘多少少嘅車程帶我哋嚟到華南摩爾，我哋嘅最終目的地。攞車之後轉左手邊，行好快時間，你已經見到華南摩爾呢笪地方。地方就好大嘅，唔好諗住入嚟行商場，呢度冇嘢行嘅。有條大鯨魚尾巴啦。最接近呢條鯨魚尾巴會揾到富迪咖啡，亦揾到瑞幸咖啡。我個人中意飲富迪多少少嘅，咁但係 IMAX 就唔喺度嘅。IMAX 行入少少，你會見到右手邊有間喜茶嘅，見到喜茶就啱啦。繼續沿住路入去嗰等 building 入邊就係 IMAX GT 啦。你可以入場前買嘢飲，但係
你 make sure 你個杯嘢飲係 ready 到俾你帶入場啊！我就瀨咗嘢啦，我就喺喜茶買咗杯嘢飲。夠時間佢又未整好，咁我趕住入場，咁最後棄咗杯茶，等喺度幾粒鐘之後過嚟攞。如果你諗住買喜茶入去飲呢，唔該你預充足嘅時間。其他飲品店相對會快啲，但係都預翻足夠嘅時間啦。如果你諗住飲瑞幸咖啡，放心，樓下就有瑞幸咖啡嘅，有蜜雪冰城。飲珍珠奶茶嘅入邊有間煲珠公，咁我飲過一次，我幾中意煲珠公喎。煲珠公啲奶茶我覺得幾好飲喎，咁你可以試下，跟住就可以上去 IMAX 啦。咁你呢等 building complex 咧都冇咩行嘅，入邊好似有健身室啊，亦有一個類似俾兒童玩，好似出奇老鼠嗰類嘢啦，冒險樂園嗰類嘢，好似就我唔記得，因為冇行。底下會有間同啲貓玩嘅地方啦，咁係得咁多嘅啫。我印象中冇乜嘢嘅啫，入邊食都好似冇入邊，你要行翻出少少。佢其他 building 係有嘢食嘅，不過都係選擇好少，我唔建議喺入邊食。除非你做功課睇過有嘢啱你食，搭 escalator 上3樓就嚟到我哋最終嘅目的地啦。我同依88公里搞咗咁耐，終於嚟到嘅 IMAX GT。雖然我叫大家唔好咁早嚟華南摩爾呢個摩，因為冇咩特別嘢行，咁但係都唔好預到誤運，都預翻啲時間，因為呢個戲院本身呢個大堂呢係有啲嘢行，佢角落頭有個 IMAX 影畫館，佢入邊就會記載住 IMAX 進入中國嘅大事記，例如幾年幾月開幕第一間 IMAX， 咁即係華南摩爾啦。咁另外就會講第100間 IMAX 喺邊，呢啲資訊都會喺嗰度見到嘅，會收藏翻當年一啲票尾。咁另外最重點一樣嘢你一定要睇咧，或者打卡就係佢入邊有部 IMAX film 嘅 projector， 即係 IMAX 70mm 菲林嘅放映機。咁你會見到幾大部啦，當然，同埋佢隔離有啲好巨型圓形嘅底盤轉盤，嗰度就係愛嚟承載住 IMAX特製70mm 菲林或者膠片嘅地方，咁你可以 imagine 下嘅，因為佢唔會等啲菲林喺度俾你睇嘅，咁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經驗。你可以嚟到至買嘅，但係嚟到買飛應該會幾貴下。入嚟買冇飛咁點啊？山長水遠，買定飛先，你就可以通過大眾點評呢個 Apps 或者係美團呢個 Apps 嘅。嗱，呢兩個 Apps 基本上應該係同一個老細，入到去差唔多個版面喺畫面嘅左上角地區嗰度，如果你喺香港，應該呢度變咗香港嘅，揀咗做東莞先，揀完東莞之後，你見到佢有個 icon 係叫貓眼電影 ，click 入去，然後 click 你想睇個出戲咧，例如《西遊寒戰》，揀咗出戲入邊，佢會 list 晒所有東莞區嘅戲院，咁你就留意啦，你揾翻我哋呢間戲院度睇，佢有好多場次，你睇清楚啲價錢啊！睇 IMAX GT 當然貴啲啦，你如果入去睇大概70零蚊，70零蚊嗰場一定係 IMAX GT 噶啦，咁你就入去買飛揀位，咁跟住佢就會有個 QR code 俾你嘅。嗱，我通常會攞呢個 QR code 嚟到，我係攞張實體飛嘅，我唔知就咁攞呢個 QR code可唔可以入場，不過我都係攞張實體飛愛嚟留念都好啊嘛。咁呢間 IMAX GT 最佳觀賞位置喺邊呢？其實你買飛嗰陣時嗰個座位表，佢都有個紅框框住一個松一個地帶啦，係最佳觀影地帶。你喺呢個松入邊，其實揀最正宗咧就冇死嘅。咁如果你要 specific 講行數咧，一般嚟講第9行、第10行或者後多一行咧都冇乜問題嘅，都係最佳嘅位置。咁買到中間就最好，就算買到唔係中間，你塞少少都冇乜太大問題。例如我今次你見個位都唔係正中間，人都係偏右少少，係講緊喺個松入邊啊嘅右少少，咁都冇問題，因為個幕夠大咧，你相對嚟睇都屬於一個較為接近中間嘅位置，因為你唔係真係坐到最右或者最左兩邊啊嘛。我唔知大家究竟有幾熟習啊，對呢啲步驟。如果真係唔熟習嘅，你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我再諗下點樣去講得再 detail 少少俾大家知。同大家分享今次東莞 IMAX 1.43全畫幅嘅感受之前呢，就一定要講翻啲老舊嘅經驗出嚟啦。有睇開我節目都知道，我成日鼓勵大家出去試聽嗰陣時，你係儲緊自己嘅經驗值。你有呢啲
經驗至可以製造一個 foundation， 一個基礎俾你去比較唔同嘅三巴出嚟嘅聲音係點樣，比較呢個戲院又完全一樣。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翻，究竟香港我今次係例如去 K11 IMAX Laser 睇《西遊降戰》第二章嘅感受係點樣？你心裏邊有個數去衡量究竟而家 IMAX GT 俾到啲咩效果俾我嘅。咁今次好幸運地，我係可以同一出電影喺呢兩間唔同嘅戲院做一個直接嘅比較。正如三巴一樣，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的話，盡量睇翻啲你熟悉嘅 material， 最好係同一套戲嘅片段喺 A 三巴試完喺 B 三巴度試翻，有咁嘅基礎會容易啲去比較。或者你試歌都係同一首歌，你中意聽嘅歌喺呢部機係咁，喺嗰部機係咁，你自己去比較，因為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你嘅自己係好個人嘅。我講到好好，其他 YouTuber 啊、其他 channel 啊、其他所謂專家講到好好都好，嗰啲係人哋嘅最好，唔係你嘅最好。首先就分享下香港 K11 IMAX Laser 俾我感覺係點先。畫面今次就滿足㗎啦，唔會有黑邊嘅，撐滿晒整個 1.9 嘅片幅嘅成個畫面。導演亦刻意令到個畫面唔戒眼嘅，佢另外轉咗菲林，佢有一層菲林嘅微粒嘅，咁呢個冇問題嘅。咁你都睇得到有啲畫面係幾清澈嘅，幾靚嘅喺香港睇。但係有啲地方我覺得好奇怪，其實喺開場冇幾耐我已經話哇咁嘅，好似個畫面被煲大咗，即係放大咗，好粗微粒。佢唔係成日出現，佢間唔中有一個鏡頭出現，唔多嘅，好 inconsistent 嘅嗰個 quality。咁冇辦法啦，套戲係咁啊嘛。聲效方面呢，如果有睇我阿凡達嗰段呢，我都有講K11嗰個低頻都可以啊，因為基本上我幾中意 IMAX 影院就係佢個低頻部分，佢低頻部分係做得幾澎湃、幾震懾人心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今次我喺 K11睇呢，我覺得好似冇乜力水喎個低音部分。咁我唯一嘅感覺就係套戲問題啦，套戲今次嗰個 base 唔係咁震撼啦。咁呢啲係我第一次啱啱睇完香港 IMAX 見到兩個嘅問題啦，或者唔係問題，可能係製作上嘅問題。嚟到 IMAX GT 俾我感覺講畫面先。1.43 畫幅嗱，佢唔係全套戲都1.43啊，講多次，佢係有啲會跳翻去1.9嘅，即係等於你香港嗰個畫幅，即係細咗個畫面上下會有條黑邊。整套戲入邊畫幅嘅轉換呢個 aspect ratio 嘅 transition 咧，嚟得都係自然嘅，唔會太容易察覺。特別佢揀嘅位置又會靚啲啊，例如喺一個剪接鏡頭剪接嘅位置啦，或者係由一個比較光亮嘅畫面1.43嘅畫面轉落去一個1.9 aspect ratio 比較暗嘅畫面。咁由於個環境係暗啊嘛，所以嗰兩條黑邊咧唔係太易察覺嘅。同埋最重點就係東莞 IMAX GT 個 screen 係夠大嗱，大過你香港嗰啲。香港嗰啲其實係屬於 OK IMAX 啦，對我嚟講係，佢係接近大佢1倍。有大畫面支持之下，又當你投入咗套戲入邊咧，縱使當中會有呢個畫幅嘅轉換，你唔會太易察覺到嘅，唔會影響你成個沉浸體驗。咁跟住落嚟，我最 questionable、最兜錯就係嗰個 resolution 問題啦。喺香港睇唔知點解部分 shot 係有啲 inconsistent 嘅情況，好似突然間微粒粗咗嘅。但係唔知點解嚟到呢度，我唔見有呢個情況發生喎。佢由頭到尾都好 consistent 個畫質。嗱，我呢度真係唔知點解，因為我覺得冇理由嗰邊有微粒，呢邊唔見咗嘅。嗱，我唔知究竟佢製作上邊係有啲咩唔同啦，同埋感覺上嘅畫面係整體係會清晰咗啊！當然講緊呢個清晰，嗱，你唔好講緊戒眼啊！導演係刻意令到佢唔戒眼嘅，導演係用數碼機拍我出嚟之後，再轉翻落菲林，佢就係要菲林嗰種微粒，同埋令到個畫面咧嗰啲成像係有少少 soft 嘅，係菲林嗰種 soft 嘅。但係唔代表你係唔清，係清晰嘅。嚟到呢個大畫面咧，我個人嚟講係收貨。今次成個觀影經驗，畫面呢部分由頭到尾咧，我都
睇得好開心。我終於感受到啲人成日都話：喂，睇 IMAX 啦，哇，好沉浸㗎，你好似喺個沙丘嗰度個星球咁。其實講真，我喺香港 IMAX 睇咧，我覺得係差啲嘅呢個感覺。嚟到呢度咧，我認為應該要俾到 deliver 到嗰個沉浸體驗畫面上面俾到我嘅。整體畫質方面，無論佢光暗度、黑位 contrast ratio 咧，我個人都係中意東莞 IMAX GT 多過香港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因為呢一類 IMAX GT 係用2部嘅 laser projector， 佢出嚟嗰個畫面光亮度啊，同埋仔細度及立體感咧，都略為比香港優勝。樣樣都啱晒我河車，但係弊咗一樣嘢。呢個畫面一去到啲光位咧，會見到一笪笪。嗱，我唔敢講話好嚴重，但係你如果打算入嚟試 IMAX GT 呢方面，要知道佢畫面係有一個控，係好工整嘅正方形控，兩排喺畫面上半拍見到嘅。有印象，我之前講過喺舊年年尾，我係打算上嚟睇 Oppenheimer 嘅。其實我係知道呢間戲院個幕係有啲積嘅，咁有啲積係點呢？我雖在當時病咗冇得上嚟，我比較唔到啊！我只係憑空想像有積，咪有一笪嘢咯。個畫面可能中間附近左緊有啲黑黑地嘅污漬啦，我以為係污漬嚟嘅。知道喺舊年應該都係年尾嘅，即係 after Oppenheimer 之後呢，佢做咗一次 maintenance 嘅，拆咗個 screen 落嚟，揾 IMAX 嘅工程師過嚟去洗幕嘅。啲人話搞掂咗㗎啦，而家冇咁礙眼，佢話之前好礙眼嘅，咁我真係冇得比較。個問題係你污漬洗完之後，點解會變咗咁多好工整嘅正方形排喺畫面嘅上邊咧？我冇數過幾多粒嘢。嗱，佢唔係成日出現嘅，但係當去到一啲比較高光嘅畫面咧，你係冇可能見唔到嘅。呢個係一個暗暗地嘅正方形灰色喺度。嗱，睇翻當時 maintenance 出嚟嘅原因咧，解答就係睇落去，如果睇相咧，我以為啲喇叭嚟嘅，佢哋話呢啲唔係喇叭，係震動器，作用係避免激光散光就影響你嘅觀影體驗，亦係呢啲震動器製造成為一啲好特別嘅控咧，喺個畫面嗰度，喺高光情況下見到。而今次清洗個幕咧，就正係清洗你見到個幕有啲正方形白點嘅位置咧。嗱，佢本身係有白點位置嘅，而呢個白點亦係個震動器嘅接觸點。空氣唔流通咧，令到啲塵或者華南地區嘅天氣比較潮濕咧，積聚咗喺度咧，就變咗個控咧。佢今次只係小範圍，淨係針對啲白點積聚，我叫污垢嘅位置咧，去進行清洗。如果你好介意你個畫面一定要全面 perfect 嘅咧，呢個幕係有呢個缺點喺度嘅。你話要佢哋換幕咧，相信都仲可以要捱多1-2年啊！塊幕唔平噶嘛，好似咁，究竟會影響觀影經驗咧？我答你冇就呃你嘅，係會見到嘅。特別開頭你係唔係好慣見到呢粒粒嘢嘅，因為我最初我 expect 係一笪唔係咁有工整地一格一格喺度嘅，整體唔係太大影響，我只可以講係，即係我會睇落去，我都會 get used to it， 我會繼續睇落去，我都開心嘅，我成個幕睇完咁開心嘅。你話會唔會再睇多次？我都仲有可能會未來選擇 IMAX GT， 縱使見到呢一粒嘢。不過都係嗰句，你如果追求十全十美呢，今次真係考起啦！我諗你可能真係要去台北或者係東京 IMAX 至冇呢個情況。另外有個比較 minor 嘅缺點就係航距。嗱，航距我只可以話係 OK 嘅，你坐喺度唔頂腳嘅。不過如果有人行過呢，就一定會棘到，佢緊緊夠過。你睇幅相就知道啦。嗱，呢幅相個凳係接起咗㗎啦，係緊緊夠過嘅啫。所以你如果坐咗喺度，有個人要過呢，特別係如果閂晒燈呢，好易會踢到嘅。聲音部分有驚喜喎。嗱，有驚喜係因為之前我喺香港 IMAX Laser 睇呢，就冇驚喜。或者唔係講驚喜啊，冇一個合理嘅 base 俾到我啊，
有睇我節目都知道啊，特別係講阿凡達嗰陣時 ，IMAX 成套12個 channel 聲12聲道嘅聲咧，成個系統咧，其實某程度上係落後過 Dolby Atmos 嘅。咁但係唔代表佢一無是處 ，OK 嘅，佢都聽到一定程度嘅一啲高少少，我叫天空聲啦，因為佢有喇叭喺天花板嘅 IMAX 度，咁都俾到一定嘅效果嚟。咁但係如果好 specific 用技術上嚟講咧，佢係有少少落後嘅，因為Dolby Atmos 係行緊 object base 嘅 sound object base 嘅 3D audio， 嚟到 IMAX 某程度上都仲係行緊 channel base。咁我哋唔好討論佢呢個技術上問題啦，聽落去點先？頭先講過有一定程度嘅天空聲，你會聽到一個空間嘅聲音嘅，咁但係始終同 Dolby Atmos 比就差少少。而最重點就係我希望佢俾我好 IMAX 最 signature 嘅低音。K11 唔知點解俾唔到我，但係今次翻晒嚟啦，呢個就係我要嗰個低音咯。咁所以我會加分啊，因為之前我唔知點解 K11 會好似個 bass 俾人校低咗1、2度咁，嚟到呢度係有 bass 就翻嚟啦。IMAX 嗰種沉浸，包括佢個低頻，個低頻係會震懾出嚟咧，呢度係俾到我啦。我唔敢講係唔係 iSquare 都係咁，但係就係以今次我喺 K11 個經驗嚟計咧，喂，呢度係一個合格，係絕對合格以上嘅聲效部分。而香港聲效部分，我覺得就好似即係俾我感覺冇嚟神器咯。今次整個 IMAX GT 之類咧，我個人嚟講係滿足嘅，接近大滿足。瑕疵就係嗰個 screen。雖然個 screen 係有啲控咧，由於佢唔係真係長時間見到，佢喺高光見到係有少少 annoying 嘅。不過如果下次再有機會，我係會再上嚟嘅。甚至如果我個 friend 好似佢都話打算上嚟睇的話咧，如果我陪佢上嚟咧，我都唔介意嚟睇多次嘅，因為個感覺我預期見到嘅感覺。除咗嗰啲控之外，另外我頭先有啲地方冇提，有啲小 tips 就係落咗車之後點樣走咧？個巴士站基本上就喺對面馬路，你只要落咗車過馬路去翻對面咧，就可以搭巴士。搭邊架巴士呢？我個人建議盡量係揀翻 X7 或者係65號。我個人走係搭 X7 嘅啦。注意我嚟嗰陣時，我唔係搭 X7 嘅，因為 X7 個站呢就唔係喺嗰個位置，喺第二啲位置。咁所以你用高德地圖睇嗰陣時，你睇清楚你上車嘅位置。咁我喺畫面建議嗰啲呢，都會係相同嘅站嚟嘅。呢方面要留意。另外就係你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嗰陣時，注意，你係需要有國內嘅錢包，即係你唔同去深圳，你深圳你用 Alipay 香港，用 WeChat， 如果有港幣嘅錢包用港幣俾錢冇問題嘅喺深圳，但係嚟到東莞我試過啦，用 WeChat Pay 我 set 咗做香港錢包咧，佢會自動硬掘扣翻我大陸錢包嘅，而 Alipay 香港個 Apps 咧亦冇得俾你揀東莞呢笪地方嘅，咁所以搭車方面要留意翻佢同你喺深圳嗰個體驗有少少唔同。當然做嘅方法一樣，係講緊用嘅幣值要用翻內地人民幣。你冇內地電子錢包人民幣嘅話呢，你落咗高鐵就好喺地鐵站度唱定散錢啊，包括愛嚟搭地鐵同埋預備定人民幣散紙去搭巴士。如果大家喺其他地方嘅 IMAX GT 有其他嘅體驗的話，都歡迎喺下面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交通攻略部分呢，我只係講解由香港出發嘅部分嘅啫，同埋方法呢仲有好多嘅。由於篇幅所限，我用最簡單嘅講咗幾個方法俾你聽，同埋講個秘密俾你知。我唔係用呢啲方法上嚟嘅，我係由深圳北搭沙從高鐵上嚟。如果想我分享更多呢一次東莞 IMAX GT 之旅，例如我食咗啲乜啊，歡迎喺下邊留言，我睇下會唔會再組織過一集新節目，再同大家介紹下。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三巴雞。如果你想支持我嘅節目，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我哋一定係要喺下條片再見，拜拜。